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4日，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卢沙野的言论违背了国际秩序的定义，却可能不只是口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一番针对克里米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权归属的言论，是他个人的放纵发挥，还是中国外交开辟的新战场？我倾向于认为，即使卢沙野在接受专访时掉入了主持人的陷阱，有情急之下的某些口误，但从整体上，这是中国外交刻意对西方话语系统的挑战，与北京最近对菲律宾与南韩总统的攻击是同一战略。站在中国之前正式的立场，卢沙野的言论也是出格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不承认苏联解体之后各个前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至今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这场混战之所以出现，是中国似乎决定与美国在外交上开辟多场战线。习近平在20大上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显示之前海外对他权力的质疑是多么想当然。外界更大的错误在于，对中国外交实力的判断，往往依据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充满恶感的民调。全球南方的中国观感未必跟西方阵营站在一起，即使没有几个国家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是更多的国家拒绝制裁俄罗斯，更不要说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了。中国不是全球南方的领袖，但是挑战美国的勇气来自于全球南方近似的心态。令人尊敬的外交事务最新一期对此做了坦诚的表达，如果你会中文，可以看看华尔街电视思想先驱报的相关诠释。打开欧美所有的媒体，充满对卢沙野的抗议与抨击。这不奇怪，卢沙野讲的违背了国际既有秩序的定义。只是在全球南方不少人看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不能讨论的，即使发出的声音很刺耳，甚至荒谬。所以，即使澄清了卢沙野的口误，挑战也不会止步。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中国在去年与日本外交官会面后，拘留了共产党报纸的编辑。华尔街日报。中国记者董玉玉是一家共产党报纸《光明日报》的高级社论作家和编辑，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自2021年2月以来一直被拘留。董的家人称这些指控是捏造的，并认为中国当局正在试图让知识分子闭嘴，阻止他们与外国人会面。60多位外国学者和记者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对董的严厉指控。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人正中普京和习近平的下怀。纽约时报。据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正在勒索美国经济。在前任民主党政府期间拒绝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现在要求大幅削减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从而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处于危险之中。克林顿说，共和党人必须停止玩弄债务上限，因为这会损害美国的信誉和美元的主导地位。债务违约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崩溃，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强化独裁者的主张，并危及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而普京最近对乌克兰的侵略意味着世界正在期待美国强有力、稳定的领导。路透社最近报道称，美国几十年来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对美国的实力、领导地位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构成了长期风险。中国称聊天机器人必须遵守党的路线。纽约时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经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引入了规则草案，以确保他们遵守国家和审查法规。自 ChatGPT 引发对该技术的兴趣浪潮以来，文本 AI 领域变得更有价值，更具竞争力。中国现在正试图先于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管理聊天机器人使用的规则。分析人士认为，开发商不可能遵守中国严格的审查规则，一些聊天机器人已经被关闭。其他针对监管的科技行业包括数据所有权、基础数据和内容的使用，以及面部识别技术。新国家数据局的成立将提高国家定义和控制数据所有权的能力。然而，批评人士表示，
在中国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对半导体的制裁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新的人工智能行业法规有可能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在美国的要求下，乌克兰推迟了对俄罗斯的袭击。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新文章显示，2月，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Kirill Budanov 少将指示他的一名军官为2月24日的大规模罢工做好准备，用赫尔拥有的一切，说当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文章继续指出，官员们正在积极监控乌克兰人的计划，并援引私下泄露的信息称，俄罗斯继续发生神秘爆炸和无人机袭击。尽管乌克兰人似乎确实在2月24日停火，但周年纪念1周后，莫斯科指责基辅试图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进行无人机袭击，包括首都附近。欧盟领导人将在6月峰会期间讨论中国关系。路透社，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表示，欧盟领导人将在6月的下一次峰会上讨论欧盟与中国的未来关系。欧盟外长对中国驻法国大使近日发表质疑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主权的言论表示关切。米歇尔表示，外交部长们将在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的领导下为讨论做准备。中国计划2025年前后向近地小行星发射探测器。路透社，中国计划在2025年向毫米宽的航天器发射无人探测器，从一颗直径约300英尺的小行星采集样本。从小行星采集样本后，它将继续探索附近的一颗彗星。如果任务成功，这将是中国首次从星际空间采集样本。天问2号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向2016 HO3 小行星发射探测器采集样本，并派出航天器绕飞并降落在小行星上采集样本。样本采集完成后，中国将成为继 NASA 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之后第3个获取小行星样本的国家。NASA 的 OSIRIS-REx 航天器于2020年降落在小行星 Bennu 上并取回了样本。JAXA 的 Hayabusa-2 任务于2020年从小行星 Ryugu 取回了样本。中国股市因地缘政治和增长问题创下今年以来最大的2日跌幅。彭博社，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复苏不平衡促使投资者在黄金周假期前抛售，中国股市已跌至今年以来最大的2日跌幅。在上周五下跌 2% 后，沪深300指数下跌 1.2%， 收于关键技术水平下方。拜登政府限制对中国经济关键领域投资的计划，以及对新一轮新冠病毒病例的担忧，都对股价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风险和央行流动性支持减少的情况下，投资者变得谨慎。印度和中国在区域会议前讨论边界问题。彭博社，印度和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举行了会谈，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之后，他们的国防部长计划于本周晚些时候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举行会晤。自去年夏天以来，这2个亚洲邻国一直陷入激烈争端，这促使双方在3488公里的边界沿线集结军队和军事装备。印度希望军队从摩擦点撤出，而北京则希望他们返回军营，争议地区稍后再讨论。之前的谈判只取得了渐进的进展。澳大利亚全面改革国防战略以应对中国的集结。金融时报，澳大利亚正在改变其防御战略，为导弹时代的兴起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集结做准备。一项重大战略改革警告说，中国的军事计划现在是2战结束以来所有国家中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该地区大国战略竞争的兴起以及美国的反应，使澳大利亚处于与过去不同的战略地位。这项为期4年的计划可能需要12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项目取消和修改占了很大一部分。菲律宾的马克思将向拜登寻求有关美国国防承诺的细节。路透社，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计划要求美国总统乔拜登澄清华盛顿根据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保卫菲律宾的承诺的程度。此举是在过去2届政府担心美国没有足够具体的说明何时捍卫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随着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稳步升级，南沙群岛的人工岛配备了菲律宾射程内的导弹系统，紧张局势有所升级。中国的 COVID 制药商在对新病毒浪潮的担忧中激增。彭博社，由于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出现新一波 COVID-19 感染，中国制药商的股价周一飙升。尽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每日感染人数和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保持稳定，但担忧仍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人们应该为新变种的到来做好准备。
但是，一位专家建议弱势群体应该接种加强针，公民应该储备药物。台湾国防股因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成为热门交易。彭博社，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台湾的小型国防股在散户投资者中越来越受欢迎。航空零部件制造商晨风精密和航运科技在过去1个月分别飙升了 65% 和 37%， 而台湾基准指数和亚洲 0.8% 的追踪国防公司之一的指数下跌了 1.8%。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系统的 Thunder Tiger 和生产防弹材料的陶瓷生产商 Hawk-A 同期股价上涨超过 23%。随着全球波动加剧，中国债券抛售在3月份有所缓解。彭博社，鉴于对全球银行体系的担忧，上个月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兴趣在13个月来首次回升。3月份，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上中国国内债务的外资所有权总额增加了35亿元人民币和 5.07 亿美元，达到 3.2万亿元人民币，反映出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加光明。尽管略有增长，但收益率持续低迷，意味着外国投资中国主权债务的总体前景仍然低迷。澳大利亚购买更多导弹对抗中国。英国广播公司，根据长达110页的国防战略评论，澳大利亚将购买射程更远的导弹，以应对随着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这是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该报告还警告说，在导弹时代，澳大利亚不能受到地理隔离的保护。政府将花费约120亿美元来落实报告的及时建议，其中包括更加关注远程打击能力，让澳大利亚国防军从北部基地获得更大的作战能力，以及提高澳大利亚的反舰导弹能力。在推广电子人民币的新努力中，中国数字货币股票飙升。路透社，与数字货币挂钩的中国股票周一大幅上涨，因为出台了多项措施来促进中国 CBDC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从5月1日起，公务员和国有部门雇员将在江苏省常熟市率先推出的试点中以数字人民币领取工资。其他上涨的数码相关个股包括新大陆、数码科技和楚天龙。数字人民币是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中国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有助于维持对人民币的控制，并防止资本外逃。特斯拉准备从中国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Y。南华早报，特斯拉已经开始生产将在加拿大销售的 Model Y 版本，这标志着特斯拉首次将汽车从中国运往北美。此举旨在将该公司在世界上最大、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厂与其最大的市场北美连接起来。Model Y 是特斯拉全球最畅销的车型。加拿大的客户可以在2021年5月至2021年7月之间接收新版本。特斯拉上海工厂将为其生产的 Model Y 版本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在中国销售并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市场。中国购物应用程序 Tmall 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在欧洲开业。南华早报，拼多多的国际分支中国预算购物应用程序 Tmall 已扩展到6个欧洲国家，标志着全球增长的新阶段。该应用程序今年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首次亮相后，现已在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推出。Tmall 提供一系列预算项目，有些产品的价格低于1美元，自推出以来已被下载3300万次。该应用程序的成功已证明可以与类似的购物平台相媲美，例如拥有2300万活跃用户的中国快时尚零售商 Shein。中国与新加坡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北京寻求对抗美国。南华早报，随着北京加强在东南亚的防务和安全关系，中国和新加坡将举行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将在中国海军部署一艘导弹护卫舰和一艘猎雷舰的情况下进行。两国都表示，这些演习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但它们是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举行的。该地区的所有权争端经常被西方海军穿越，包括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美国船只。外交政策之谜，德桑蒂斯在东京赞扬美日关系。纽约时报，有望竞选美国总统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并表示他希望美国在中国和朝鲜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每一步都支持日本。德桑蒂斯赞扬日本最近将军费开支增加1倍的努力，呼吁美国增加军事投资，并寻求在佛罗里达州与该州第7大贸易伙伴日本之间建立新的经济联系。分析：中国反弹提振美国和欧洲盈利强于预期的希望。路透社，投资者表示，中国在 COVID-19 限制措施后被压抑的需求将有助于缓冲大公司的季度业绩，从而增加了连续2个月获胜的希望。虽然美国和欧洲似乎正在走向企业衰退，但 LVMH 对中国的乐观评论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
尽管担心信贷收紧会削弱全球经济，但投资者声称仍有空间出现积极的盈利惊喜。Invesco 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欧洲工资上涨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这可能会支撑需求。在打破普京对核燃料控制的竞赛中，电报：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法国结成伙伴关系，以减少俄罗斯在世界核出口中的份额。迄今为止，俄罗斯的核工业逃脱了西方制裁，这些制裁旨在惩罚普京总统领导入侵乌克兰。尽管俄罗斯国家垄断企业 Rosatom 在接管乌克兰东部的 Zaporizhzhia 核电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仍未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专家指出，俄罗斯在从油供应到反应堆建设的核供应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白宫还警告莫斯科有能力通过其全球和网络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新的伙伴关系旨在摆脱俄罗斯的束缚，并帮助其他国家也这样做。预计需要时间、资源和密切合作。汇丰维权投资者在会议前游说股东。彭博社：汇丰银行在香港的激进股东 Ken Louis 游说机构投资者在5月5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重组该行的业务。Spin-off HSBC Asia Concern Group 的负责人会议聘请 Alliance Advisors 来识别和联系汇丰银行的投资者。会议将确定投资者对提高股息的支持程度，并寻求有关可能重组该行亚洲部门的信息。这给汇丰银行带来压力，因为它与最大股东中国平安的冲突继续升级。中国平安已公开呼吁建立单独的亚洲业务名单，并表示支持2项拟议的决议，其中包括制定和实施长期稳定的股息政策，以及制定通过对其亚洲业务进行结构性改革来增加价值的战略。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and Glass、Lewis 与 Co 建议股东投票反对这些提议，称最低股息限制太多，并且披露分拆提议的潜在资本和收入损失不完整。航运业首席执行官表示，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了全球贸易转移。彭博社 Ocean Network Express 首席执行官杰里米·尼克松 Jeremy Nixon 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贸易的持续重塑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较低的集装箱运输量。尼克松解释说，许多美国公司正在减少从中国进口的数量，而美国正在与其他贸易伙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尤其是在欧洲。这种下降促使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尼克松补充说，从印度、地中海和东南亚流入美国的航运量也有所增加。FT 如果中国禁止美光芯片，美国要求韩国不要填补市场空白。金融时报：白宫已要求韩国在总统尹锡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要求其芯片制造商在北京禁止美国美光公司销售芯片的情况下，避免向中国出售芯片。中国目前正在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审查美光，美光是 DRAM 存储芯片市场的3大参与者之一。拜登总统阻止中国采购或生产先进半导体的努力，可能引发了中国的这种明显报复，但尚不清楚是否会根据调查结论采取任何行动。北京的反应将表明他是否愿意对美国大公司采取强制性经济措施。中国新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吸引了29亿美元的捐款。日经亚洲：自11月启动以来，对中国私人养老金账户的供款已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和2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然而，大约65亿美元的资金闲置在人们的账户中，投资剩余资金的明显犹豫表明一些参与者不熟悉该系统。投资者权衡最佳 ETF 已从中国重新开放中获利。金融时报：以中国为重点的 ETF 在2021年初经历了大规模资金流入，但尽管最近出现了经济复苏迹象，但由于对中国是否可投资的问题阻碍了这些资金的流入，这些资金已经趋于平稳。法国巴黎银行的 Jason Louis 表示，策略师和分析师在偏爱哪些选项上仍存在分歧。主题基金和特定行业基金集中在受益于政策支持的中国大陆中型股和科技股。同时，一些投资者预测，基于中国消费者信心和支出预期的更广泛反弹将带动在岸股市发挥广泛复苏的最强劲方式。随着引前往美国，罗斯的战争将焦点放在韩国庞大的火炮储备上。日本时报：韩国拥有可能超过100万枚炮弹。随着韩国总统尹锡烈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储备得到了强调。朝鲜庞大的火炮储备显然也引起了俄罗斯的注意。人们猜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向朝鲜出售哪些物资，以回应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尽管如此，韩国政府关于在特定条件下提供致命援助的潜在政策变化，可能有助于打开韩国国防出口的大门。巴西的卢拉为乌克兰建立和平联盟，但面临障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并将自己和巴西定位为冲突中可能的调解人。
卢拉旨在组建一个国家联盟，以干预和领导乌克兰的和平努力，并提出创建 G20 和平峰会。卢拉已经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等领导人讨论了这一想法，但尚未使他的提议具有说服力。他提出的一个可能解决方案的想法也面临争议。如果卢拉不澄清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他的提议还有可能将巴西与西方的朋友和贸易伙伴隔离开来。随着卢拉继续他的巴西回来了的世界巡回演出，他在国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保持巴西的不结盟传统，并从全球大国中开辟一条独立道路的战略，可能对他和巴西人都有好处。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严重扰乱了全球商业和农业，以及巴西的经济。巴西经济仍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中国在帮助结束苏丹危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吗？南华早报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可能有潜力调解苏丹的冲突，但任何妥协仍然遥不可及。迄今为止，苏丹敌对军事派别在4月份的战斗已造成350人死亡。去年，由于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中国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达成了外交协议。中国与苏丹有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其军事联系，但分析人士对北京充当调解人持怀疑态度，称双方必须表现出达成妥协的意愿。内部冲突反映在苏丹的自然资源上，使政治解决方案变得复杂。京东股价在拼多多、字节跳动的竞争中表现不佳。南华早报中国在线零售商京东自年初以来股价下跌了 37%， 尽管疫情过后中国的购物激增，京东正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等分析师下调了他们的预期。此外，从大流行病低迷中复苏缓慢且不平衡，以及对大件商品的需求疲软给公司带来了挑战。尽管在增值服务核售后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京东仍难以与其他公司在价格战和促销活动中展开竞争。投资者预计美元将继续下滑的4个原因。南华早报彭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市场低估了美联储的宽松周期，专业投资者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将下跌。约 87% 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会将利率降至 3% 或更低，一些人预计今年会降息，而只有 40% 的人认为宽松周期将会出现。调查显示，美元的空头和多头之间存在17个百分点的差距。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就像与俄罗斯一样无限。中国特使路透社中国驻欧盟特使傅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是无止境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无限的，向欧盟保证中国在乌克兰持续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这篇采访是在中国驻法国大使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发表有争议的言论后发表的。欧盟外交官批评中国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描述为入侵，但复拒绝谈论中国事先知道冲突或可能参与。中国领导人在复苏站稳脚跟时强调经济风险。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在技术等关键领域进行更多创新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以确保中国在经济增长迹象中免受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习近平上周在与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会谈中表示，中国企业的增长取决于消除阻碍公平竞争的体制障碍。一些经济学家最近将他们的预测上调至接近 6% 或更高，远高于政府设定的 5% 左右的目标，这意味着某些行业将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持。韩国恢复日本的优先贸易地位，帮助美国的努力。央行行长们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面临严峻的新挑战。悉尼先驱晨报该分析称，过去3年发生的事件，包括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流行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全球经济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区块，央行被发现缺乏。这导致银行实现采购多元化、朋友外包和回流兴起，保护主义抬头。中央银行现在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其中许多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而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是相当粗糙的工具。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辅相成，以解决新地缘政治造成的供应限制。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